德国多家媒体报道，由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导致德国工业，也包括军工业告急，甚至一些企业面临停产及减产风险。看来中国的策略是对的。你欧盟给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总得反制一下吧？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好，我们先看看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信使报》的报道。中国制定对美冲突战略计划，德国或将受波及。China hat den Export wichtiger Industriemetalle eingeschränkt. Betroffen sind unter anderem Gallium und Germanium, Rohstoffe, die für Chips, Laser und andere Hochtechnologie nötig sind. Die Folge? Deutsche Firmen in der Rüstungsindustrie, Medizintechnik, Elektrotechnik und Autobau melden erste Engpässe. Einige Unternehmen fahren ihre Produktion bereits herunter. Die Bundesregierung spricht von einer gezielten Strategie Chinas, wirtschaftlichen Druck aufzubauen. Auch in Brüssel wächst die Sorge. Die EU prüft Gegenmaßnahmen, darunter eigene Exportkontrollen. Fachverbände fordern schnelle Alternativen, etwa durch Recycling oder neue Lieferverträge. Doch kurzfristig bleibt die Lage angespannt. China dominiert bei vielen strategischen Rohstoffen den Weltmarkt. Das verschärft die Abhängigkeit und die geopolitische Lage. Für viele Betriebe in Deutschland wird das zur realen Gefahr für Jobs und Wettbewerbsfähigkeit. 北京方面很清楚，尽管贸易争端暂停，中美冲突仍将继续。中国正为本国经济备战，以应对并不乐观的未来局势。5月中旬，中美谈判代表在日内瓦达成的停战协议，实则脆弱不堪。双方相互施加的惩罚性关税在90天内大幅削减。当时谈判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为后续磋商建立信任基础。然而不久后，互信之说荡然无存。北京方面指责美方破坏协议。此前，美国政府已警告全球企业不要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人工智能芯片，称不遵守规则的企业将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中国商务部随之谴责这种典型的单边霸凌行径。紧接着，美国政府宣布取消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决定，再度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8月将至，这场贸易争端为期90天的休战期即将结束，而双方几乎无人相信冲突会就此化解。中国方面尤其怀疑能否达成持久解决方案。这里已形成普遍认知，美国的目标并非建立公平贸易条件，而是要遏制中国崛起为经济军事强国。早在2年前，中国国家几党的领导人习近平便公开指责美国实施全方位围堵打压，其遏制中国发展的力度前所未有。如今看来，这番论断恐将再度得到印证。中美博弈心态是中国力推经济自主化战略。中国得出的结论清晰可辨，这个东方大国正谋求降低对西方的依赖，同时增强西方对己方的依存度。中共党刊《求是》近期刊文强调，必须针对美国做好最坏情况预案，要求通过内部体系重构，提升应对外部冲突的能力。这一战略很可能也将被写入中国新的5年规划中。该文件将确立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现行的“十四五”规划包含中国制造2025经济战略，于2021年生效，实施至今年年底。今年5月中旬，面向2026-2030年度的“十五五”规划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将于明年春季正式表决通过。虽然具体细节尚不明确，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中国正在制定一项战略计划，为与美国可能发生的进一步对抗做准备。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召开的经济会议上，已为这一战略指明方向。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扎根实体经济，并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中国正在调整优先事项，安全重于增长。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分析师马修·约翰逊指出，对北京而言，快速经济增长已不再是首要目标，长期安全利益才是重点。这一转向旨在保护经济免受美国主导的脱钩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国内薄弱环节的影响。汉学家默克这样表述：在北京看来，
与美国的贸易科技冲突早已是结构性体系竞争，因此该计划要弥补关税战和制裁战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中国正从两方面推进具体计划。其一，为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中国希望提振国内消费，这对面向中国市场长期抱怨消费疲软的德国企业可能构成利好。其二，推动本土企业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力争制造出质优价廉的产品，以建立全球供应链优势。但对德国企业而言，后者绝非好消息。目前，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华市场份额已急剧萎缩。中国锁定的未来产业主要集中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及航天领域，官方表述称之为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将不再是建筑和房地产业，而是能够推动创新的科技企业。房地产行业直至2021年危机前始终是中国增长的最大引擎。中美冲突加速中国战略转型，为实现这些领域的技术领先，中国或将暂时容忍经济增长放缓，近年增速约为 5%。 约翰逊认为，中国不再试图单纯依靠经济规模超越地缘政治对手，对北京领导层而言，增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为重要。这一战略并非全新，但特朗普开启的第二任期竟加速其发展，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刺激居民消费。后疫情时代内需持续疲软，发酵中的房地产危机进一步抑制消费意愿。由于房地产贬值，中国民众普遍捂紧钱袋，即便近年出台的多轮刺激政策也收效甚微。因此，中国目前也有意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尽快达成协议，但北京方面主要采取强硬策略，并可能动用其最有力的武器——稀土出口管制。中国正将稀土资源武器化。由于中国在多数稀土资源领域几乎垄断，相关限制措施已立竿见影。欧盟驻华商会主席言辞近日向德国商报表示，欧洲企业已陷入极度紧张的处境。美国财长贝森特则在华盛顿怒斥，中国正在扣留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产品。尽管习近平周四与特朗普通话时承诺放宽出口管制，但这类协议恐怕难以持久。中美经济博弈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接着看几条网民评论：要扩大消费，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但这将推高中国产品的成本，进而削弱其价格竞争力。咱们看跟贴。中国还计划放缓工业增速，这意味着企业利润将有所缩减，进而带动价格下行，而这恰恰可能引发一波销售热潮。上面那位楼主回应道：中国有意放缓工业增速，但物价下跌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缩水，民众购买力从何而来？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所谓限制经济增长的5年规划，实则是对中国经济已然放缓的被动承认。中国国内购买力持续疲软，房地产危机导致债务高企，储蓄缩水，增长放缓也使工资水平承压。但更棘手的是，习近平的激进外交政策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招致美国抵制，欧洲对华态度也日趋复杂。最终局面是中国出口遭受挤压，而国内工资与储蓄双双萎缩。继续看跟贴。若将两国经济对比，发展态势明显倾向于中国。美国正加速滑向经济衰退，而中国虽已将增长目标从过去 10% 的高位下调至 5% 至 6%， 这种增速换挡在西方看来或许是种示弱，但特朗普至今未能渗透的是，来自中国、欧盟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商品在美国本土的价格却持续攀升这一经济悖论。下一则，鉴于德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我认为德国新总理梅尔茨先生访华之行已迫在眉睫，而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无论内政外交，尽管年事已高，正如多位论坛网友犀利指出的那样，就像困在青春叛逆期的少年，不断试探所有底线。在他封闭的认知体系里，
特朗普不仅拒绝包容，更不愿承认中国已在多个领域超越美国的事实。美元作为全球贸易主导货币的地位会逐渐被取代吗？在我看来，答案无疑是肯定的。继续往下，欧盟存在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们依然受制于中国芯片在美国市场的定价，这完全是太平洋中美博弈的延伸，而非大西洋欧美事务。欧亚之间的经贸往来，美国根本无权干涉。再往下，欧盟必须形成统一的外交政策，尽管前路艰难，但唯有如此，方能形成中美欧三足鼎立之势。德国体量有限，难以单独抗衡中国或美国。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及德国的供应链法案已聚焦于此，其核心要义正是提升抗风险能力。位于德国柏林的《每日镜报》也报道了这一话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减少稀土出口，德国工业界警告或将面临稀土危机及停产风险。电动汽车、机器人、手机和无人机等产品均需依赖这些原材料。数周来，这个亚洲处于垄断地位大国的出口量持续锐减。不过，目前北京方面已释放积极信号。4月初，在中美关税争端中，中国对7种稀土及其制成的磁铁实施了出口管制，其直接影响是，企业必须通过复杂的审批程序，才能获准出口这些对电动机和传感器至关重要的原材料。根据德国工业联合会 BDI 的数据，中国供应了全球99%的重稀土和93%的磁铁需求。德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长尼德马克向《明镜周刊》表示，中国对所谓重稀土及磁铁实施的临时性出口限制令德国工业界高度警觉。他警告称，若北京坚持这一政策，短期内或将引发跨行业连锁反应，包括停产风险。我们正面临类似于2022年俄罗斯断供天然气时的能源危机，尼德马克强调。德国之士在这里补充一下或者纠正一下，这家媒体说2022年是俄罗斯断供天然气，其实正好相反，是北约国家，比如说欧盟这些国家，他们自己制裁所谓的俄罗斯能源，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不是俄罗斯断供。你看，这就是西方他们的话语术，完全是颠倒黑白。我们继续往下，几乎没有一家德国企业能维持超过2个月的稀土或磁铁库存。汽车制造业、机械设备工程及能源与国防科技领域所受冲击尤为严重。尼德马克警告称，在电动引擎、机器人及无人机等领域，不仅进口依赖度高，更已危及产业体系安全。这些磁铁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燃油泵、车窗升降电机及扬声器等核心部件。据报道，汽车部件供应商采埃孚已在其部分供应商处观察到初步影响，必须加快出口许可证审批流程，以避免出现短期停产。专家担忧当地企业库存即将告罄。咨询公司 Synalytics 创始人韦贝克指出，德国恐怕没一家企业有能维持超过2个月的稀土或磁铁库存。当前来自北京的信号给工业界带来希望，中国已明确表示将加快审批欧洲企业的稀土出口申请。据德新社援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本周在巴黎与欧盟贸易委员会晤时强调，中国高度重视欧方的关切。在这篇报道中夹杂着这样一个民调，他的问题是：您担忧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吗？然后呢，有76%的人说很担心呢，我们必须减少依赖。然后呢，右边这里15%的人说不担心，我没看到有什么问题。美中周一举行贸易会谈，中国表示愿为符合条件的申请开通绿色通道，以加速审批流程。据发言人透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希望欧方采取相应措施，便利高科技产品对华贸易。稀土获取问题预计也将成为周一在伦敦举行的美中贸易会谈重要议题。
此次会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但据报北京方面尚未予以确认。特朗普曾保证中国将恢复稀土供应，作为这类金属的主要加工国，中国却在飞机专用设备、芯片设计软件等高科技领域依赖进口。令北京不悦的是，美国近期刚限制了对华出口这些关键技术。好，咱们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当前局势何须怨天尤人？正是那些薪酬奇高的管理层，造就了这种战略失衡的依赖局面。短视的逐利心态压倒了长期规划。中国此举或将彻底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留给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或许还能苟延残喘地生产几年传统燃油车，但终局已然注定。下一则，磁铁稀土的核心材料铝元素正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用于电动汽车和风力发电机磁体的材料，正将我们的能源转型之路引向对中国的深度依赖。虽然含铝矿石在地质分布上并不稀有，但在欧洲本土几无储量。更棘手的是，铝元素的提炼分离属于高污染工序，目前全球仅中国维持着规模化生产。理论上，我们当然可以从其他地区进口矿石以及自主提纯，但若真在本土建造此类冶炼厂，恐怕立即引起民众的强烈抗议浪潮。再往下，一直都有替代选择，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但当时对吝啬的人来说太贵，对环保人士来说太脏。现在呢，这就是咎由自取。下一则，从历史角度来看，德国从未损害过中国的利益，我认为这一点务必继续保持。德国知识点评：看到这条评论，确实让我三观尽毁。看来德国人的历史教科书不会讲述他们的殖民史吧？或者他们讲的是当年八国联军，包括德国在内，是去中国搞发展援助去了？还有德国在山东的胶州半岛搞殖民地，也是去帮中国搞基建，比如说在青岛搞下水道。近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假德国真美国人的冯德莱恩吧？还说德国从来没有做过损害中国利益的事，简直是胡说八道。最后我们看几条门户网站 MSN 的评论。第一条评论：现在总理梅尔茨和经济部长莱协必须证明，他们究竟是具备危机管理能力，还是只会夸夸其谈。继续往下，我们不应再次被中国迷惑，必须拓展供应国范围，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自主生产。南美等地就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当前电动汽车行业的困境反而带来积极影响，那些被收买的欧盟非政府环保组织正试图不惜代价的让我们的交通命脉受制于中国。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真希望中国能打好稀土牌，尽量让中国从中多获得一些好处。你们怎么看呢？